Doing so will not only support companies and jobs, it will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 region and for Taiwan and the region for years to come.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ornet's nest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刘公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时尚区非时尚区，大家好，麻烦加个议员好不好？是。我看起来像土狗嘛？我是时髦的议员，那边是。那边是松信的思讲得好讲话啊，好好讲话啊，都时尚，小兵比较时尚的OK， 毕竟他那一区是非时尚的。你看，没想到对一个遮阳伞会被人家，而且我还有一位专家还没介绍，来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这是30万跟740万的差距。所以你就知道那一场选战那还在开打当中，大家都已经大家会划分成这个样嘛。好，但是算不算这一场选战？如果在昨天的话，它算是个分水岭呢？那什么样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在木栅指南宫那个地方，那赖清德总统、蒋万安市长，然后包括沈伯洋都到了那个地方去，而赖总统直接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讲到了内湖的淹水这件事情。蒋万那听完以后，当然赖总统那致辞完以后就离开了。接下来呢，蒋万上去火力全开，黄国昌他们一直对着赖清德总统喊来辩论，但没想到真的出现两边对口的是赖总统跟蒋万直接对上，这场选战从这时候开打的吗？让你听听看昨天发生的场景。来，内湖的淹水比较罕见，因为就我所知道，在原山子分洪完成之后，汐止就少有淹水，连带的内湖也少有淹水。有淹水的地方都要去检讨，真正淹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希望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如果提出市民的反应叫做政治口水，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那么的妥当。来，创下，你会发现前面你不管沈伯洋怎么打这些，蒋万基本上大概不会直接跟你对口，但是现在当赖总统直接讲，而且说内湖淹水罕见咯，那蒋万你会发现，第一个音量提高了8度，第二个内容。从头到尾虽然不指人名，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直接跟着赖清德总统对干的。其实基本上呢，昨天那个指南宫那一场呢，看起来好像在打嘴鼓，但是整个政治态势有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党主席或总统亲自参战了。对。因为呢，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你总统好像不需要针对一个市长嘛，但是赖清德做了这个选择，他直接的。内湖淹水罕见，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是很多台北人最近水深火热之下的一个感觉吧，而确实是大台北淹水罕见，然后罕见之后，而且要好好检讨原因。为什么检讨原因呢？又有三叔又有土司，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开始变成台北水沟植物园，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所以这里面其实因为呢，也是在讲一件事情。台北市的防洪防水系统，好像不是核心问题，你要好好去检讨核心问题。不过赖清德还算厚道，因为呢，如果他是陈水扁的话，你们那个阿扁的话，他一定会这样一个。你们台北市如果搞不清楚状况，我叫纪连成，对不对？政务委员带领来帮你清查一次。我想那个叫做整个这种水锅事情，纪连成一出手，没有堰塞湖，对不起哈，是花莲，花莲，那个就会很难看。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还是留有厚道啦。但是呢，整个蒋万安呢，刚开始呢，你会看到可能他真的没有进入战备状态，因为昨天那个场子。赖清德要到，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他会事前不知情吗？一定知道，一定知道嘛。沈伯洋会到，要不要知情？所以赖清德最近台北市碰到了什么困境？整个蒋万安的幕僚应该要知道嘛。结果 Plan A、Plan B、Plan C、Plan D 早应该准备好，就看起来当整个赖清德在这样讲话的时候，蒋万安没有反应到，所以要因为幸好张天有在场，
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咬耳朵那个习习俗是要针对赖清德讲的话，那做后面那段回应吗？你觉得是这样出来的吗？是啊，不然的话你当场其实就应该有些回应了嘛。但是后面那个回应是，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赚到了。然后整个蒋万安上去之后，也同一天在我们木栅区里面的党主席，好，曾玉文，那就很悲惨了。因为赖清德对口是蒋万安，党主席对党主席，我根本没把你郑丽文放在眼里，所以蒋万安在这场里面，其实就基本上，当你下士碰到上士的时候，你就是中士了，你是被提高的哦。蒋万安已经被视为在未来胜获2028，不要说他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了，2032那个大概都不用讨论了。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已经是到2028这一仗，所以大家就讲这是打台北市还是在打2028？对啊，总统亲自打的人，对啊，总统第一个开火的人呢，所以整个蒋万安的分量被拉高了。然后虽然现在昨天也是同一天。正在跟古力妍想要做风潮、做女王风的整个卢秀燕，也被遮下去了，所以整个局面就整个拉高，现在就变成是2028的一个可能的前哨仗，就把它拉起来了。但是拉起来之后呢，当然后面的整个政治局势可能就会变成是因为今年2026太碎了，但是现在如果集中到2028，可能整个话题就高了。但是高了以后，后续呢就要看你们梗的战法了。第一个呢。真的是赖清德还是要打的话，就要狠下去。我还是建议纪连成要准备出手。就是这个东西是让蒋万安难看嘛。国民党有纪凌莲，纪凌莲出手的话，那个陈柏良也会很高兴的。可是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就好。当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像刚刚创下特别直接讲的，已经站到第一线，不止在打2026，把整个战火整个往上拉。那当然你说要拉抬沈伯洋，这是一定的。同时会不会也意识到了蒋万安会不会是2028未来可能对手？我干脆一次在这个地方把战线全部都拉出来。那蒋万安会不会因此好？在这个过程你可以发现，蒋万安在昨天的过程呢，那包括慷慨激昂，讲到那苍生为念，很多这样一些的词。过程现在看起来，大家已经不在乎当初跟你讲有没有老鼠、蟑螂，或是这个时尚区跟非时尚区，大家到底该怎么分？现在整体往上一拉，清华蒋万安很少用这么高八度，对，或是在讲那个，你看那个所有的词，我刚刚就讲，虽然不点名，摆明了就是只是把赖清德3个字尊重一点，赖清德总统5个字略掉，他从头到尾就只对口。赖清德总统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那个过程大家就在讲，创下刚刚一直说，那是脱稿演出吗？是现场，因为那临机受命跟大家讲说，你要怎么讲，要不然这一仗让赖清德占了上风，对我们来讲会不利，是这样吗？这个我觉得稿子哈，一定应该是事前都有准备好。好，为什么这样讲？等一下我再讲给大家听啊。但是呢，蒋万安的情绪清楚嘛？那个至少我看那个发言的内容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但是蒋万安的情绪的部分看起来，那个是过去蒋万安在谈话里面很少听到哈。那个你可以听到那个他讲话的尾音，然后还有在抖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小破音。对，就是破音，所以你感觉到那个情绪外露。是啊。所以呢。这个稿是先准备好，但蒋万安的情绪外露的部分，这显然是遮不住的啦。好，那但是我一个个来讲啊。第一个先讲说，那个是指南宫的场合。那指南宫的场合，坦白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哈，这个指南宫它在地方上面，因为它在文山区嘛，是，所以他关心的第一个是文山区，就是在到指南宫那边，他大概这个他自己大环境的交通。然后第二个，他跟万芳医院的这个有合作的关系啦。然后之前他也捐过万芳医院的第二这个救护中心。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就是因为你去看蒋万安的这个致辞内容里面，他不是只有单纯在讲说什么中央地方要合作啦，讲说这时候不需要政治口水，他其实有讲一段是特别提到万芳医院的部分，也就是说他提到万芳医院的部分呢，是既符合了到这个指南宫这个场合的需要，那二方面提到这件事情又是刚好跟沈伯洋之间关于万芳医院的攻防，所以对蒋万安来讲，他准备的这个致辞内容里面既有选战的攻防啦，然后也有针对总统的攻击啦，所以这几个部分他都。然后也同时第三个也兼顾到
来这个指南宫的需求啦，所以他3件事情他同时都包在他的致辞内容里面。所以显然这个致辞内容我认为是准备过的，所以他又谈到又顾到选战，又顾到针对总统，又顾到指南宫，好，所以这是准备过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是说，这个赖总统去显然赖总统这个内容呢也是特别谈过的。什么意思呢？赖总统的内容里面，你看他其实分3段，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讲地方的问题，他其实是分中央政府要做什么事，然后到立法院要做什么事，然后在第3个谈到地方政府要做什么事。那这3段里面，其实当然最关键是第2跟第3啦，因为第2是讲立法院，他讲到说啊，因为这次的这个台北市下大雨有淹水嘛，所以他讲到治水预算这件事情，4年1000亿，那讲说这个预算呢现在卡在立法院审，还没有审过，还没有处理过，所以他显然是站在总统高度上面讲说，这个等于在野党你们现在卡住了立法院的预算，所以他内容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段。那是讲完这一段之后，他再去讲到这个关于地方淹水的事情啊，谈到说这个圆山子分洪道这个落成之后呢，这个连汐止都很少淹水了，那何况这个是靠过来的内湖。这个圆山子分洪道这个落成之后呢，这个连汐止都很少淹水了，那何况这个是靠过来的内湖。所以呢，总统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把它脉络勾勒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段很显然就是在市政议题上面对蒋万安的开炮嘛。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总统谈话里面，他是中央放一块，然后在地方选战再放一块，那这是总统他的致辞内容的布局。所以你看，从总统讲的内容跟蒋万安讲的内容，显然这个双方都一定是准备过的啦。所以这就是我说这个双方致辞的内容，我不认为都是脱稿演出啊，那一定都是准备好的。只是说双方在讲的时候，总统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很平稳的把他的致辞内容讲完。但蒋万安显然对总统讲的内容呢，在谈内湖的部分谈得这么的具体。所谓的具体是说，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到说，这个内湖这个受灾户，很多人在抱怨说，20年来觉得这次的淹水最严重，20年来没看到淹得这么严重。那总统在他讲的内容里面，其实也谈到这一段的话。那所以这段话很显然是对蒋万安在市政啊，我讲过市政这个题目上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总统在直指这一段，然后他花了一段在叙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蒋万安显然在讲这个中央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口水的时候，他讲那一句你去注意哦，他讲政治口水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带有情绪的，情绪是在这一段的时候听得特别明显的。所以五哥讲的破音这一段，其实是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破音的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他内容虽然是准备好的，那我不知道英伟有没有跟他讲说这边你要加重。那他可能为了配合英文说要加重，所以我讲到这一段破音。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啊？我还没批嘞，怎么加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段效果被剪成短语音是很有用的。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说，英伟有没有交代他这一段我不知道，但显然他那一段就是事后如果你是幕僚的话，你会把蒋万安这一段做成这个短影音去做传播了，所以我们才说这里面其实好，最后做结论就是这里面2个意义看得很明显了。第一个是在里面总统跟蒋万安在这里面关于在台北市政这件事情上面选战的氛围已经带出来，这是事实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蒋万安这个是跟这个总统之间各位大家可以想见啦，对于蒋万安究竟是2028或是2032，或是小平讲说2036，不管是哪个时间点，蒋万安至少在国民党内啦，或是蓝营的支持者里面，期待他在总统大选里面有表现、有代表性，这是事实啦。只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他要出来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时间，这个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啦，这个蒋万安的幕僚也有可能啦，在铺成这样的一个氛围啦，就蒋万安现在有那个蓝营共主的味道在里面，所以蒋万安的这个致辞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的炮轰对象呢？你看他其实只有那个万芳医院那一段看起来是针对沈伯洋，但是显然在中央地方那一段呢，那个是冲着总统来的啦。OK， 小平，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当然有人在分析这些，就讲说 OK， 当赖清德总统站上第一线，对。那有人说这样子反而会不会造成蓝营里面，就说总统干嘛刁蒋万安，而且蒋万安又是你们的未来政治明星，所以蓝营里面会不会因此能够反而凝聚起另外一块？但你换一个角度讲，对绿营来讲，绿营现在最愁的就是沈伯洋前一阵子你说从老鼠开始一路打到现在，可是包括你说民调各方面还是落后一截。对，可是对绿营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因此就算赖总统亲上火线把蒋万安刁完以后，然后蓝营的对绿营来讲，他一样会收到这个效果啊。主帅都已经亲征到前面了，你们大家洪建营你们不扑上去吗？那个扑的上去的那个力道肯定又不一样啦，他就会把整个台北选战最起码
对绿营来说，从来不相信在台北市再怎么打1对1，你告诉我他低于30，他低于35，绿营一定有他的基本盘啊。只是赖总统一出手就把整个火，大家全部都提早烧。先恭喜政论节目有题目了。这个赖总统接管比赛，台北市这个选举，前面呢就正式从就是市政的缺失，民进党那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他熟悉这个战场，那个赖清德打意识形态是无往不利，很多事情都获利嘛。赖清德，可是他昨天有讲意识形态吗？讲完不谈市政，从水灾变成意识形态很清楚。你觉得这是要？而且总统不演哦。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在你节目，我也去骂赖清德因为你骂蒋万那就算了，那是 KMT 的事，可你说台北市对台湾没有贡献，那次我还很林俊宪坐旁边，对面我还很慷慨激昂，因为没道理，因为你割裂了这个中央跟地方，我们一年贡献中央40%的税那国中央税，我们贡献1兆多，你不可以，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蒋万做得好做得坏，你不可以说这个台北市对台湾没有贡献，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我建议蒋万就从这里反攻吧，从台北市的角度，从157平方公里，从这个243万人，从这个 GDP 这个中央的40%来开始去反攻。我建议好。那今天这个赖清德下来为什么？因为打，你看碰到瓶颈了，就你打市政所以简单讲，为什么要打成意识形态？熟悉的战场以外，就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要打就玩大的，提前2026开打，2026跟2028挂钩在一起，那标靶就是我们的少主就是蒋万，而且同时边缘卢韩联盟，蒋万打大了，卢韩就边缘啦，别人想了很多然后这时候那个王世坚再出来讲说，他觉得蒋万会选2028，对，然后那个沈大佬再加一句，只有蒋万能够赢得了2028，其他人都不行，那就变成直接真正讲就是2026、2028打在一盘啦，连在一起了，没有界限了。其实2026到2028本来是1年3个月，不是差2年嘛，因为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对不对哈？那王世坚也趁机现在王世坚也闲着，我拿到蓝的也喜欢我，然后白的也喜欢我，中间也喜欢我，但绿的这个台派我就不喜欢我。我趁这个机会做一个救赎嘛，也骂蒋万，也回来一些台派的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嘛。所以那蒋万有小破音，我很少看他小破音，是不是？他是很沉稳的，因为我跟他上了好多年节目，他坐这儿，我坐这儿嘛，你对啊，蒋万一直是坐你这个位置啊，是啊，因为他比较安静，我比较热闹嘛，所以我们两个搭配，对吧？KMT 的那种在这个节目哈，好，讲完之后互相指责，政治口水，请总统以苍生为念，那不要搞仇恨对立，每一句话都是很重的话，所以你们不要忽略徐宏庭，好不好？他跟英伟在咬耳朵，徐宏庭也有凑过去，也跟他讲2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徐宏庭是总召。是我们的那个书记长，OK，所以徐宏庭的角色也重要，也是文山的哈。所以你看整个下来为什么要打意识形态？因为台北张孝全、沈伯洋被打枪，也不像，没有效果。所以呢，台南的这个清德就要跳出来打接管比赛，这是赖清德的个性。那这个蔡英文比较喜欢分工，他喜欢单线领导，他个性有点像卫青啊，像霍去病想要指导黄龙，不，每个人每个个性没有什么好坏。同时，最后一句话就是，除了边缘卢韩联盟以外，2026年到2028年在一起打，就是我把地方权力先打成统独的意识形态的选举对立，蓝绿的对决以外，他熟悉的战场，也要把蒋万困住，所谓的外溢要减少，特别是新北的李四川，对不对？李四川当选不当选，对于蒋万以后选中的差很大吧？然后全国的县市，他分散战场，连新竹他都想赢，等等，就把他最强的少主困在台北市，然后由总统来打。那沈伯洋得几票不重要了，就是要把蒋万困住。那这个选举不好赢嘛？那沈伯洋能多拿趴数就多拿，让他们25个都全垒打。所以我相信整个的轴线是非常清楚的。最强的少主困在台北市，然后由总统来打。那沈伯洋得几票不重要了，就是要把蒋万困住。那这个选举不好赢嘛？那沈伯洋能多拿趴数就多拿，让他们25个都全垒打。
这我相信整个的走线是非常清楚的。来建议，如果就绿营的角度看赖总统讲的这些，然后小平刚刚一直讲说赖总统是要提早发动。蓝绿之间、统独之间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战场吗？免得这个战场一直打不热起来的话，对绿营来讲的话，尤其台北市这一仗看起来没有办法囊括多少的一些票，所以是赖总统接管了这整个比赛，胜获一竿里狗。2028直接先把可能的对手直接歼敌于滩头，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想象的方式方向我都尊重了哈。但赖总统因为一个元首出访了这个那么重要的，在指南宫，其实大家都知道信仰的中心。那当然，整个过程当中，总统到哪里去参访，或到哪里去参香，到哪里去所谓的走团体，他都有他的 SOP 跟所有的指导。那包含他所讲话的内容。那最近当然今天嘛，我到庙里面去拜拜，我的起承转合说话的内容很清楚啊，我所有的咱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类似这样的一个起承转合下来，当然有提到内湖最近淹水的问题，那当然地方要去检讨它的原因嘛。那这个其实也是善意，因为为什么蒋万安到现在也没告诉人家淹水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要怎么做？蒋万安是必谈这个问题。那总统起承转合，或许你小平的解释是说啊，你现在要把蒋万安提到台面上等等，我倒觉得不用那么政治化的去看这个问题啦。那总统今天讲到了地方去，总统到高雄去，当然也要帮高雄头的人讲个话嘛。那某部分去讲个话，让大家可能会去认为，总统在打什么选热选战？其实以政治学来讲，现在打会不会太早？小平，现在打太早了啦！如果真的要处理、要炒热的话，现在太早。早不叫有点急了，总统。第二个，蒋万安，我倒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讨论？当然主要原因是蒋万安那个破音的那个点。你如果说蒋万安是不是因为有交代他或徐荣庭告诉他，我看绝对没有。蒋万安是因为他感觉他被洗脸了。那或许是因为说。自由发挥，不然到了这种庙宇，蒋万安的个性一定是因为提供所谓的谈参给他嘛，参考让他讲话。但是这个讲话，以我认识的蒋万安4年了，小平会让他整个情绪拉到一个不容易。说真的，我几乎没看过，除非被女性的议员激到了，人身攻击到了，不然他不会起。你是说简书培吗？我不知道，你不要这样看我。所以蒋万安会破音，我个人认为他是不按理出牌。那再转回来，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破音？为什么会情绪激动？我觉得他是就是因为被打脸，然后被什么？他觉得他啊，觉得我被抹黑啊，被洗脸不是建议讲的，因为内湖是他最近的痛点。对，政治学而且用了罕见2个字。对，政治学上面，他其实本来就应该边缘化沈伯洋，他可以不要你沈伯洋，我越边缘化你，我要。那今天如果只有他跟沈伯洋，那我讲记者一定开始就问他沈伯洋的事。那刚好总统发言完。他抓到那个点，又加上他听了自己就觉得不舒服，所以高8度了，出来破音了。所以用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整个认为蒋万安有把他拉高他的层级。他难得总统来，我可以拉高了，然后讨论到本来是淹水的问题。我丢了一个伞出来，大家在谈伞。他讲得好，我们是替蒋万安开心了。我们真的吗？这上来是伞出来了，成绩这2天总统点名他就你不要破我的梗好不好？现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2天的伞被讨得沸沸扬扬，他真的无地自容。你觉得蒋万安是不想让大家讨论那些伞啦、时尚区对不起，时尚区非时尚区这些，所以当赖总统点名内湖罕见淹水，他干脆打蛇随棍上，把所有的点直接他跟赖总统对决，你们大家就不会再像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再讨论到的2位时尚跟非时尚，然后包括那什么吸不吸烟这些，算了。直接拉高。我个人认为，他每遇到一个问题就会找新的话题啦。但是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伞的问题，这2天其实他蛮伤的。那这样社会观感也不好。那今天他刚好有遇到这个点，然后他也觉得他有点被气到了。再加上我也不想理沈伯洋，对，理沈伯洋他不会加分，他只有扣分，所以干脆就随
那个随棍那个打蛇随棍上，打蛇随棍上去了。所以依照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蒋万安他在做政治操作，你反而觉得，我觉得赖清德赖总统他本来就起承转合，你仔细看他本来就一个脉络下来。那淹水的事情是台北市，我今天到台北市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内湖淹水，这2天是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所以一个总统一个元首这样子一个脉络讲下来，我觉得合理。但是蒋万安把它操作成政治，我个人认为他只是在抬高他的身价，因为这2天都在讲无人机，他没有立场去讲无人机啊。那当然要让大家知道，我蒋万安的存在，其实我的高度也是总统级的。那我补一句就好了。他这个是以总统主动挑起来，应该沈伯洋 VS 蒋万安，总统主动挑起来，还是搞意识形态指责那个市长？那个叫做首谋啊，如果一个犯罪的话，那我们回嘴是正当防卫，你是大律师，所以这个洪建义这样讲，我们是比乌本记还冤，没有小平哥，我应该是讲说，在台北市民主进步党的基本选盘是固定的，35%到42%，对。那其实现在的中间选民越来越多，那中间选民在网络上讨论到底要不要支持沈伯洋。要支持沈伯洋的前提是要讨论沈伯洋，所以我感觉啦，我们的选情其实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差啦。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倒觉得蒋万安其实目前他是在避战归战，甚至于在边缘化这个选战，让他热度不要打起来。所以现在他要把他的政治议题拉得越高，对他来讲，他才能守住他的分数。可是东好，如果真的讲的话，本来大家讲说那个地方选举在打市政总检讨啦，或什么，其实前一波好，你不管讲那个点小不小，或者什么吸烟啦，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遮阳伞啦，所有这些，或是三疏啦，但它毕竟是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上的事。可是选战你打这个，凭良心讲，有几个人真的这么 care 像这样的一些人，他会觉得小。但是当赖总统出手，当蒋万安直接高八度回的那个时候，他就完全不一样。好，某种程度他已经变成从市政总检讨，他变成政治对决。一个政治对决以后，那个态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该政治怎么打，未来大家就朝着政治的角度往下打。未来选战就是这样吗？这个在指南宫这一仗是，我觉得是对绿营的基本盘是有利的哦。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郑传不是做民调吗？这个沈伯洋到目前为止，绿营的基本盘还没有到80%以上，80%也只剩下5个，只有6成多，76点，我的印象没错是76.1啊，76.1，因为你没有但蒋万安是到90几，对，而且他94点多，而且他在民进党的支持者这边还拿了1成1，对11%，对，那剩下5个月而已，所以赖清德总统，在这个指南宫的这个盛大活动里面，你当场去点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内湖淹水，蒋万安一定跳起来，会被洗脸嘛。你当场去点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内湖淹水，蒋万安一定跳起来，会被洗脸嘛。目的就本来就是要蒋万安跳起来嘛。一跳起来，两边就热了嘛。那这个跟输赢无关，选举先热了再说。因为赖清德不会再讲第2次啊，但你要把那个火点起来嘛。后面来讲对蒋万安，因为蒋万安刚好讲他有痛点就是内湖淹水了。因为蒋万安最近有一点失言。比如说大家最近刚刚在讲在时尚区跟非时尚区，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用时尚这2个字。我只能讲很怪。那就像说新一计划区搞这个那么贵的东西，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然后你会被跟其他的县市，文山区的心情好不好？你是文山区，他们连香菇都没有。好，那蒋万安，你看他从内湖淹水这几件事情来讲，他有一点应对上面来讲是有一点应对失据。好，可是你说这个是不是选办成败的关键？不是，它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说他会因为这样子而落选吗？不会。但是会不会受点伤？会。但是因为还有5个月，能不能修补？可以。最简单的，只要不要淹第3次，这个事情就过了。但是对沈伯洋来讲，你热不起来。
热不起来，到时候绿营的出席率会有问题。有，但是因为赖清德往前冲，赖清德在这个致辞里面当然知道蒋万安在嘛，讲内湖当然是故意的，当然就是要你跳起来，那现在后面要看的是怎么打，但是他不会打，跟蒋万安不会打统独啊，统独一定要对着郑丽文才有用哦，因为这一场里面有关统独议题是国民党走在前面，不是民进党哦，这跟蔡英文时的2场选举不一样，就中国牌这件事情。国民党是主动的，本来都在讲说，民进党那时候，东豪讲那时候都在打抗中保台嘛，对，一路抗中保台。选举后期2次都是，连沈伯洋要出现的时候，都在讲说沈伯洋，因为那时候黑熊学院他会不会也要打这个？好像说绿营还特别讲说不要你就去打市政，结果没想到因为郑丽文一个访中，然后在接下来访美以后，然后他们让他把这整场仗就打到变成是大家不谈这个都不行。但是对台北市来讲，会有一个，我在看的时候会那个情绪会不会出来？对蒋万安最伤的不是淹水不淹水这些事情啊，也不是秀珍菇啦这些东西那是，就你选台北市长，你会不会后面跑去选2028？因为蓝军里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啊，很努力的在网络上或各种方式里面去希望蒋万安挑这个2028的担子。但是也是正传的民调同一份民调做的啊，你如果跑去选2028的话。那个是没有一区赞成，12个行政区全部都反对，蒋万安如果他身边的人掉进这个2028的话，他会很麻烦，那个一定影响到中间有一票的投票意愿，我选你不是在选你2028的我是选2026的事情，蓝军不会受影响，但是中间选民，就算民进党没有赢，那蒋万安的票一定也不好看，但问题是。蒋万安跟他本身跟他身边的人有没有让人家很清楚知道他不会有2028？他有没有很清楚的让人家知道他不会有2028？他在这一块做的不够清楚，他没有想，之类的，没有思考，对。但是旁边的人一直在鼓，还有蒋万安身边的人，你有没有让人家觉得蒋万安没有把话讲死？台北市这一局，因为从赖清德指南宫这一幕掀起来之后，蒋万安躲就没办法躲了，因为不会只有这一波。那蒋万安要去救李四川，应该这样好，李四川的蒋万安牌，应该是反过来讲，李四川的蒋万安牌已经打过来了，后面要再加成也有限，所以李四川因为双北互动嘛。李四川应该把下一张牌韩国瑜牌拿出来了，否则这个对李四川不见得是好事。但整个互相联动，最后还有一个小事情，指南宫内幕看了最好奇的是这个民进党原来这个国策顾问这个黄成国，黄国成在场迎接，黄国成跟赖清德是有心结的不，这个没有啦，你不要乱讲。现在听说和解了，先不要讲那么多。我主观认定，我主观认为他在赖清德，你不要这样子，那个洪建义好紧张啊！不是我平常要请你们吃饭，你们不要害我好不好？这个跟吃不吃饭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是赖清德刚当选总统的时候，黄成国那是一件事情啊，但是昨天。那一天，这个指南宫内幕，黄成国在门口，至少关系改善。黄成国在台北市在团结民进党的基本盘上面来讲，绝对有角色。OK， 绝对有角色。所以这一场跟最后的输赢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这一把火点起来，民进党的盘要团结起来支持沈伯洋，可以。OK， 来，尚公，我先让你再看一个画面，因为刚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连郑丽文，因为昨天在内湖那个木栅很热闹嘛，包括郑丽文，然后那个杨指导请郑丽文去扫街，不是你们每次都说郑丽文没有人气，然后郑丽文没有人会请，有啊，杨指导请啦，然后去了。你看有很多人欢迎，虽然有人直接呛那个背景音叫共产党，叫什么什么这些，然后中间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摩擦，然后搞得文山一分局还要发一个声明，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可是这个过程会不会在往后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郑丽文只要出去帮任何一个人造势，都会碰到这个样，是正还是负？而这跟刚才讲蒋万安跟赖清德当这一仗，赖清德总统直接点上这个火了以后，未来大家看，本来应该党主席对党主席，然后蒋万安是被拉到这个地方跟总统等级直接对口，以后这一仗在整个2026会是怎么样？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郑丽文主席在昨天的培养走去扫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来，希望我们所有市场做生意的大哥大姐们也能够生意兴隆。主席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票房毒药？你怎么民进党派来的？我要买东西。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懂不懂。可以啊，不懂懂啊。好，不好意思。工作一下。有。来。那这样以前马英九有被问过，那时候马英九是问说你是哪一台的，但是这就很不是，你是民进党派来的。你要这个问法基本上好了，那媒体当然也会回，所以他一定就会出现这个状况。可是以后郑丽文只要出去辅选，我们这一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因为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在美国也讲了一些行政里面的事情，会不会真的以后尤其选战越打越热的时候，他真的会出现这些？包括蓝营，尤其在1对1的县市长对决的地方，会不会请郑丽文去？而蒋万安不可讳言，蒋万安一定是被蓝营本来设计在这一场里面，除了赢台北市以外，一定要全台湾希望都能够外溢到。但是当赖清德这种等于是直接对着台北蒋万安呛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外溢的效应会被削弱？当第一件事情就蒋万安跟赖总统啊，在指南宫，他就是政治啊，好不好？当然就是政治嘛。下面就是政大，你就看到他讲内湖淹水，下一个肯定沈伯洋。那请问一下，蒋万安跟谁选嘛？就沈伯洋嘛，所以他就是政治。当然这就是一个挑起话题攻，一个在守嘛。就刚才讲了防卫跟攻击嘛。一个挑起话题攻，一个在守嘛。就刚才讲了防卫跟攻击嘛。他就是挑起来，他就是政治。这没有第二句话讲啊。只是拿市政议题当做政治上、选举上、政治上的嘛。所以你看到蒋万安也跳起来嘛，这个很正常啊。他就是一个政治的攻防。政治的攻防。那当然你这样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一直说，之前就说，蒋万安是一张辅选的王牌。当然走到现在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他市政争议太多。你看他现阶段都留在台北。其实前一段时间他走出去的时候，大家在中南部问他什么问题，一样问市政问题。一样问市政问题。等他走到各地的时候，他依然被市政牵着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媒体效应出来的是什么？大家看到的不是你去辅选，对，大家看到的是大家还在问你市政问题。其实他辅选力道就已经削弱。那你说他现阶段面临淹水这些问题的时候，再往外面跑，那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内湖还在淹呢，内湖还在重建家园呢，你到处在跑什么跑？它会变成一个负面。所以包括市政的问题、淹水的问题，自然就把蒋万安辅选的力道削弱。一定被削弱了。那当然，就刚才陈总统讲的正传媒那一份民调嘛，76.1啊。其实你看单一选区里面，民进党的提名人拿76.1，算是非常差的。对。没有85%以上都已经叫做不合格了。所以这是沈伯洋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传统上，民进党的人对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的支持度，理论上比国民党的凝聚力还要来强。快吃到饱。对。但是这次台北不是，这一次没有。对，这一次没有。这一次并没有。所以民进党在蓝绿对抗里面，他要形塑一个蓝绿对抗，要把绿的票拿回来。要把绿的，否则还有11%在蒋万安那边呢。我一定要
主帅里面，虽然沈伯洋是在市长选举的战争中，党主席兼总统是谁？赖清德。赖清德是总管民进党的主帅，他必须要把民进党票拉回来。所以那一场基本上在行塑的不是赖清德跟蒋万安？是因为赖清德跟蒋万安行塑一个蓝与绿，他要把绿的票拉回来。你要先把绿的票拉回来再说吧。当我到了吃满了以后，我才要开始往中间走。我自己的盘都吃不饱的话，对，这场选战要怎么打下去？所以基本上是要把自己的盘先吃到饱，再来往中间走。而且赖总统，您刚刚讲，因为他总管所有的兵符，尤其台北又是首都之战，对，他可能也觉得这个火会热得太慢，不能这样热，热到现在还只拿到70%多。就像我们如果要去烤肉，你不能真的拿一个火柴棒去把那个木炭要点着。赖总统这一把等于是直接拿一个喷火枪，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拿喷火枪直接把木炭烧着了，你去烤吧。要不然的话，你这样慢慢打到最后，等你木炭熟了，已经11月28以后了。对啊，请你自重，不要插人家讲话，好不好？刚才插破洪建义的梗，现在又在插主持人的话，好有正义感，看起来。他是纠察队，纠察队。好，你的背章呢？安静一点。所以看得出来，在行塑蓝绿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蒋万安是少主嘛，蓝营少主嘛，那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主席嘛，这场选战毫无疑问，我就是要把蓝绿的火先在台北市点起来，我要先点起来再说，所以这就是政治，它就是一场选举。那当然，你说蒋万安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所以他回的也是很慷慨激昂，而且他也乐见这个吧？因为等于把他自己往上拉了，他因为包括英伟他们讲说看到不一样的海拔啦，是，但是蒋万安的问题是在于他市政上面的问题处理，还有他对2028有没有明确的表态？你说绿营会不会把蒋万安列为2028潜在对手之一？会啊，一定会嘛，当然会啊，一定会嘛，借这一次选举。顺便把你削弱一环，也合理嘛，也合理嘛。还没看过那个台湾刚选完直辖市市长，就是选总统人有赢过，没看过哦，每一次都是国民党啊。那蒋万安有会比当年的马英九强吗？会比当年的韩国瑜强吗？如果走马英九路线，他可能先选党主席，当然，而且他把台北市市长做完。对，他2029就要选党主席了嘛，所以有可能啊，那当然你说到郑丽文的问题其实杨之斗敢找他去，木栅深蓝，对，那个市场深蓝，而且是多席次选举，我只要深蓝的票加上他自己经营的票数到达一定的比例就可以当选，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当选。对，但是单一选区不一样哦。单一选区不一样哦，你今天讲最清楚的一件事，王金平被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是说郑丽文很聪明，这一点我先打问号了然后他说他会改啦，怎么样会调整啊，调整等等。王金平讲郑丽文会改，调整，好。那当然也有人问到了，秦慧珠就坐我旁边讲的，不要再讲习近平什么了，多讲一点民生啊，多讲一些市政的时候，问王金平，王金平也说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王金平讲完，转过头来，郑丽文有改吗？好像也没什么改嘛。这第一个，因为是多席制，然后我们再看。王金平讲完话以后，因为王金平又要开始帮那个柯志恩要办封山造势后援会啦等等那你看到了柯志恩跟张善政合体的回应，非常有趣还是候选人本人比较重要。那你们两个人合体干嘛？不是那你找张善政去高雄干嘛？不是那你就自己打选战了嘛。
不是选战自己最重要，但是能够有旁边的人来对嘛帮你忙也 OK 啦。所以你看张善政站到旁边，两个人都说这个候选人本身比较重要。那两个人为什么会站到旁边？一个桃园，一个高雄。然后柯志恩之前也讲如涵赶快来。对，蒋如涵赶快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我讲的嘛，趋吉避凶嘛。对我有没有帮助嘛？当大家讲的这样的时候，你再仔细看，那不然你们两个站在那边干嘛？是啊，还交换水果礼物，干什么？互相拉抬。那本人最重要，那就各自回选区努力就好了。叫这么多人来干嘛？当然有利的人来嘛。所以大家讲话都讲的好像，你乍听都对，但你为什么要蒋如涵来呢？乍听都对，但你为什么要蒋如涵来呢？因为他不能讲说那有些人不要来，对嘛？他怎么能说有些人不要来呢？对嘛？所以蒋万安也说，党部安排。那党部安排的时候，要不要问一下蒋万安今天可不可以啊？今天怎么样啊？这个场合好不好？也要问蒋万安啊，你有没有时间啊？蒋万安说，今天我没空。好，那党部能安排说硬安排蒋万安跟郑丽文吗？也不能啊。所以这种说辞基本上都叫推脱支持嘛。就是能不要郑丽文来，最好不要嘛。大家不明讲而已，但政治上面不明讲，大家也听得出来啊。所以你说郑丽文，举一个例子，黄国昌当初走到哪里，被骂到哪里，超速仔，你要选到底怎么样？到最后，那个跟蓝白在做民调前，选择骑脚踏车人烟稀少的地方走。自行车道有什么人？又不是放假日，对不对？往那边走，而且你骑自行车，说实话，会过去，人家也不太知道你是谁。对啊，又戴着帽子，怎么才骑过去嘛？大家看到背心而已嘛。对，不然你一边骑一边打招呼，你撞到人都不知道啊。所以被骂到会怕嘛。那你看柯文哲现在走到哪里也开始有贪污犯嘛，对不对？那郑丽文会不会走到哪里？共产党。他不是不可能哦，会，他不是不可能哦，而且木栅是会挑那个市场，你以为杨之斗选举的人很笨吗？会挑一个中间选民很多的地方带郑丽文去吗？那当然是蓝营比较占优势。你像他带他去，一定去青年公园旁边嘛。反驳他一下。真的？你要反驳什么？上攻哦，你直接反驳来。来，你现在就反驳来。你就郑丽文被骗了，你知道吗？被你骗了，郑丽文什么意思？被我骗了。文山蓝不蓝？全国最蓝吧？蓝啊！请问你，可是文山的市场、公庙跟殡葬业还是很绿，好不好？还是很多绿在呛他。这就是郑主席被骗了。被谁骗？那也不是被杨之斗骗吗？被杨之斗骗的吗？杨之斗，请问你。本来郑丽文是好心哦，对不起，你不能。你不是也要找他去青年公园？万一被呛也是你骗的吗？我找到青年公园不会到市场，好不好 ？OK。青年公园对他比较要到成功国宅嘛，国宅真是对嘛？你看，候选人都知道，所以是杨之斗的问题。好，因地制宜，好不好？那你说杨之斗，你要把主席用到恰到好处，好不好？你要讲什么？我应该是讲说，台北市蒋万安为什么会高八度？因为他要操作蓝绿对决，是对蓝的有利。南部为什么柯志恩不愿意讲说郑主席不要来？因为他怕会操成蓝绿对决。南部本来就是比较绿嘛，这是一个选战的一个做法。那至于台北市的部分，你说他怕郑主席去了以后会变成蓝绿。等下你就问一下钟小平，你会不会带郑丽文去中正区、万华区？会。万华，因为我是忠贞的。没有，他会带他去马场町啊。好说好啊，他会带他去马场町啊。说好啊。我个人认为郑丽文跟杨之斗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是各取所需的。当然。那郑丽文难得有人要邀请我，我还不去吗？我一定去嘛，因为我的旗手是有人邀请，一定会去。但对杨之斗来讲，对不起啦，我跟之斗也不错，
我直接讲，你们国民党里面也有分所谓的本土派跟外省挂派，深蓝派跟浅蓝的。本省挂、外省挂，又来了，我就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就是本土蓝。跟深蓝的部分，你看大安文山13席议员里面，王心怡、钟佩君、徐荣庭、李博义、曾宪营、耿威，哪一个不是深蓝的票？有没有杨之斗深蓝的空间？所以他找郑丽文去，无非是可以拉一些深蓝的代表，我也是深蓝的。至于浅蓝的部分，浅蓝部分就是我们的前议长。对不对？陈景祥，本土蓝，对，本土蓝的陈景祥可能多一点，陈景祥跟曾宪仪比较有可能有本土蓝，所以杨之斗这样子，第一我有声量，因为他在新人的议员里面，他是属于比较没有声量，他是赚到了这一场，对，所以操作这，那对郑丽文来讲。南部不要我就讲一句话，这是多席次选举嘛，对，不是单一，所以重点都要观察的是1对1的嘛。对啊，单一为什么？因为蓝绿基本盘都不至于当选，因为要中间那一块嘛。大安文山本来就是比较蓝的大本营，对他来讲，我要吸收一点深蓝的，加上我服务的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如果讲是单一选区，尤其是就县市长啦，讲白了。对呀。刚刚上公讲说，尤其是中间选民，好，上公我们就直接来看。所以你还是持着那个看法，郑丽文对中间选民，你觉得那可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哦，那当然了。讲一个最白一点的话啊，刚才都讲到蒋万安双北联动，讲李四川好了，讲李四川好了。我们一直都说那个执政成果无法承接。我跟你说，今年6月的民调，陈其迈70%多啊，对不对？民众党超过50%也满意耶。那我请问你，选举的时候，民众党会继续支持赖瑞隆吗？不会吧？不会，当然不会吧？不会。那我问你，今年4月做的那个新北市的时候，我问一句最简单的话，那个侯友宜的市政满意度多少？67点多。民进党满意47点多，不满意45点多。那我请问你，这47点多对侯友宜满意的会投给李四川吗？不会吧？也不会。不会吧？我对你满意是因为你已经是市长，你不是候选人。但是你对那个郑丽文而言，郑丽文4月份的时候，他的不信任度是多少？在新北24.5比59.2。OK， 4月啊，不信任度59.2啊。6月份是多少？64.9。他的不信任度是往上走的。你认为他在这个选区能够帮李四川赢吗？对他的信任度是国民党的基本盘而已呢。但上公刚讲这段，小 P 是，尤其是如果领先很多的，譬如你说像蒋万安这些，对，或张善政这些，也许你来我伤也伤的不多，那就也许少赢一点。但是现在大家焦点摆在哪？新北、高雄，尤其这种就是，而且这2个地方对蓝绿来讲的话，都是谁都丢不得，谁都一定要想办法拿的地方。那郑丽文呢？选票是有2种，选票投票行为有3种啊。像大安文山最后一席，你知道多少票当选？3.8%。是杨子斗赚到了吧？对吧？我们讲那个县市长选举。我知道。你认为李四川该不该邀请郑丽文陪他接少跟少接？那是第3种感冒药。第2种像席次最少，像本区中正万华8席，中山大同8席，最后一席当选要8%。好。第3种叫51%，对，就你的50%加1票了。对，那特别是新北跟高雄，好不好？这样讲啊，大家指标区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有人就提出一个宏观的想法，蓝军就对我们候选人单一席次的跟这个就其实都去黏他多席次，就是到青年公园、到杨子斗这些人那可是单一席次到底是要道家还是法家？要很黏，还是有一点黏，但不要太黏，对吧？好，再回到黏最好不要黏。好来，那请问你这个你看那汉高祖这个很有趣啊。现在跟我们以前汉朝时候很像，汉高祖就是那个时候刘邦统一打败项羽，统一了全国。但呢，刘氏的那个
国王还是很强大，对，秦还是秦，非刘氏封王，天下共击之。对，好，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做黄老之术。因为你动不了这些诸侯，诸侯很强大，现在诸侯也强大，我们的候选人蒋万安这些人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相安无事。可是到了什么时候有变化？从汉高祖到你要小心我吕后哦。可什么时候因为要打匈奴，而且皇权旁落，国王太大，皇帝太小，对不对？就不爽。那我一定要集中皇权，就独尊儒术嘛，然后找一些钱去打匈奴。那时候汉高祖，所以儒家就起来了。那现在到底用儒家还是用道家？这个时候跟郑丽文的关系，看起来陈以信讲的话是儒家，独尊正式儒术，对不对？好，所以选将不能跟他切割。对，有没有讲这话？前两天这是很重要的讯息，这代表中央立场。不是郑丽文一定这样想啊，是强硬的。对，他讲的话就郑丽文的想法，对吧？但你就要看各路诸侯，我愿不愿意你来啊？是，所以我认为啦，我认为就是这时候是不是不要全部儒家，有一点道家不坏，有谋合起，单一席次的6都22县市的县市长的提名人本党，然后跟那个郑丽文有一个谋合沟通，还是要以尊重这些，以胜选为前提，要尊重这些22县市。这些人我觉得是很重要，尊重他们，所以他们想说不要来就不要来，应该这样讲，就是没有强制性，要磨合。小平，你直接讲答案嘛？你认为李四川该不该找郑丽文去扫街车扫嘛？我跟你讲脂肪、糖类、蛋白质、盐碱酸那个微量元素都需要，就郑丽文也是可以去的，但主流不是他。我觉得是可以主流不是他，可能他去一次，那蒋万这蒋万这个卢秀燕跟韩国瑜多去几次，是说不定是这些地方诸侯比较想要的一个。就是郑丽文去一次的扣分，让蒋万安去3次把他加回来。不能这样讲。上个礼拜我在5哥的节目讲，你们不能我跟你讲，卫青霍去病去打匈奴，越过了那个大漠。他一支小部队去打你长安，你受不了。所以深蓝不能失手啊。2016的我们输300万票，因箭不远。我请问一下，都要深蓝还会跑票？那不容易啊。我跟你讲，你惹毛了郑丽文深蓝会跑。我跟你讲，你要搞这个两边要兼顾。所以有蒋万，有那个韩国瑜啊。所以郑丽文他固守着深蓝这一块，你也不能不尊重他的意思，你也不能不理他大本营啊。可是你说传统上为什么候选人都点名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对，就是不会点郑丽文。但如果照刚小平的分析，你也不能得罪他。你得罪，你看选得上选不上，就选不上。我跟你讲，得罪的话，我又不选。你小声一点好吗？基本上这是一个动态的，那个深蓝的，确实，我碰到一些，他们前一阵子非常支持郑丽文。那我非常支持，有一个原因，他们讲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深蓝的，他们内心里面不是要支持国民党的谁是要教训民进党，是要打倒民进党。然后，所以他们针对郑丽文的支持的一个话语叫做什么？民进党出身的人最懂得对付民进党。那个是他们对郑丽文深蓝就一个字爽对，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是坚决支持郑丽文，是这一点是没错。对。但是到了最近的时候呢？那个我就每天早上1万步的时候，在那个河堤边的国事会议，他们开始谈的就不是这件事了。那是就是说，是不是你们民进党派来卧底？不对，应该是国民党派郑丽文20几年前就到民进党卧底。不，人家问我的说，郑丽文是不是新潮流派来卧底的？人家问我的说，郑丽文是不是新潮流派来卧底的？新潮流20年后就料想到郑丽文跟赖清德终须一战。你说我不是新潮流的，你忘记了？所以现在郑丽文的尴尬在于说，如果说他不是能够对付民进党的，反而是帮助民进党的，郑蓝的反而会转身而去。所以呢，现在像小平兄呢，我就相信他当然也不能讲说他不欢迎郑丽文嘛。但是我发现很多国民党将来一定是很多候选人，主席要下乡，主席要过来，青黄啊，那个几个我欢迎啊，我是万华杨子斗，主席要来，结果呢，马上跟下面人讲说，
帮我安排行程，帮我安排行程，赶快跑掉。关键是他什么时候转身啊？这个深蓝什么时候才会转身？你如果11月28以后，不是深蓝的会是这样子投不下去。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但都好，那你说每次选战打到那个画面出来，刚刚讲到包括黄国昌那时候，包括柯文哲那时候。那郑丽文，我还讲，你看，因为毕竟他是在文山区嘛，木栅那个地方，在木栅那个地方，好歹你看到也有人欢迎，当然讲深蓝的还是有深蓝的人会欢迎，只是那个模仿效应，怕那个如影随形。以前其实从马英九那时候如影随形，到后来前一阵子大家讲黄国昌、柯文哲，郑丽文背负这样的一个，或当媒体效应一出来的时候，对整体蓝营的选这样的形象这些各方面来，会不会产生影响？他被讲共产党加油，这个我认为是小插曲。因为郑丽文自己本身是发动机。就这样选举里面，国民党这个党主席的角色非常有趣哈。以前的这个党主席的角色都在二线以后，不会上台面。吴敦义也没有冲在前面呢。朱立伦虽然比吴敦义活泼一点，但是也没有冲得那么前面呢。所以有史以来第一次国民党党主席比那个县市长候选人还抢手，还抢版面。抢版面和抢手不一样。他抢流量，他抢版面，他抢流量，流量不是抢手。没有阿伯去讲说你共产党加油，他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嘛。我认为这是小插曲。那因为警察，因为像郑丽文这种，就是你在不是台北市而已各县市一样，如果郑丽文啊，你预期或者你听你的治安情报里面可能怕会有状况，警察一定对啊，当然会把维安做好，一定啊，不只是就选举，像大罢免的时候都一样，警察一定有现场一定会有至少2-3个人带摄影机，他宁可没事，但是他不能没有准备。郑丽文的问题不是，所以台中6分区就被换掉，没有准备。所以郑丽文的问题不是，你知道，你到木栅是安全的啦，到大安区也安全啊。那关键是其他的人要不要找他去？如果郑丽文在台北就只有一个杨子斗，那这个会变成一个笑话。不会，还有。好吧，最多再加个小平嘛，你一定要逼小平，你一定要逼小平找郑丽文去嘛。我知道你是打这个主意嘛。没有，他说他会找的哦，不是我，他之前就说了，你不要这样子侮辱我。我主动讲的，对他主动讲的哦，请自重，换你。台北市国民党市议员就只有2个人找啊，那不是笑话吗？对不对？杨子斗上次吊车尾上去了，这次他只要超过他上次的票数就好了。没错。可是超过上次的票数不保证你一定安全哦，万一台北文山区这次的议员选票如果稍微平均一点，你怎么办？那杨子斗就你光靠一个郑丽文不一定够。但东豪刚刚讲这件事情凸显了另外一个问题，就表示郑丽文现在是有时间可以到帮议员去跑地方，他应该很闲吧？对，我弟说他会凸显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有时间，你们大家应该要来找我啊。那我有时间，你们又不来找我，就如果一个杨子斗以后，就等了好一阵，才有一个小平再出来。那媒体，你知道，这媒体大家讲起来就一定说，怎么样？没有人愿意来。他可以再去台东，劳宪营对他蛮好的。OK，他可以再去第2次。可是东好还有另外一个啊，像譬如那个张启凯，明天就是郑丽文加黄国昌再加黄敏惠3个人再加一次合体啊，这个对那个地方郑丽文总有帮助了吧？好歹蓝营的人再加蓝白合不是吗？白营的、蓝营的是郑丽文，然后深蓝的也会挺张启凯，多多少少有这些票啦。一日新闻，一日新闻应该那个市长比较重要吧？你说黄敏惠比他们2个人来说都重要吧？所以你觉得黄国昌跟郑丽文不重要？看破不要说破，你不要逼着黄敏惠要变得很努力给你看。张启凯的看板里面是黄敏惠，没有郑丽文。但是有没有黄国昌？但是他是一日新闻啊，因为不是靠这个了。OK， 其实关键不是看这个，关键是看谁？看江启臣，看张善政，看李四川，看蒋万安。就这几席啦。
当然这几个才是重要的人嘛。不是啊，应该最重要，尤其是像我们讲那个新北李四川、高雄柯志恩，因为这2个地方是蓝营觉得要拿高雄，绿营觉得要拿新北。我不会把柯志恩摆进来啊。你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吗？人家民调出来的数字，虽然戴立安不能做民调了，好，但是有些趋势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哦，那对郑立文来讲，比如说。那新竹呢？新竹会不会砸下去？张善政张善政那天他们妇女精英的那个营队，就说在政治上他连一个表面动作连表面功夫都没做啦。蒋万安把跟郑丽文的这个事情推给了戴其清议长啊。因为议长是党部主委啊。这种事情哪有推给党部的？尊重党部安排。这个都是这个就是很 ABC 好，这个就是很台面上很简单的 ABC 嘛。你如果说今天民进党的人为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说，你们要不要跟赖清德同框一下？哦，我们的党部尊重党部的安排，跟党部没有关系啊。跟党部没关系，他推给党部啊，尊重党中央的安排，他是推给党部啊。不能讲党中央，因为党中央一定会安排。那麻烦。这个话都已经讲成这样子了。好，那是问题只有一个事情，那国民党自己内部要怎么解决嘛？因为他就是这么难看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建华，你看哦，这过程当中，国民党4大天王，大家各自，你说韩国瑜去访问美国，卢秀燕市长才跟古立言那个无人机论坛，所有那些，然后你会发现国民党主力最近一直在那边讲无人机，尤其要进驻未来大位人，每个在无人机上面都跟你讲这样。然后一个郑丽文的话题，大家就全部都跳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今天就跳一个郑丽文，讲一个赖清德跟蒋万安2个人直接对喷，然后接下来无人机这么重要的事情，下一个护国神山，所有这些大家就不讨论了吗？也没有不讨论啊。现在无人机的部分看起来，现在感觉好像大家都有共识。只是说对于这个无人机啊，我说无人机要做这件事，看起来大家都有共识。那只是说做的方式到底是要用特别预算啊，还是要用年度预算？然后这个主责单位，就比如说审查的时候，到底是这个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审查，还是把它分成经济财政3个委员会审查？今天确定了。经济委员会主审OK， 经济委员会主审，国防财政联席确定对，因为蓝白主导的话，应该就是这样，蓝白主导对啊，但是至少确定一件事，就是无人机这件事情看起来大家朝野都要做，大家都要做，那只有说在做的时候，这个预算是2100亿还是2400亿，要分作5年或分作6年的差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我们在股市看起来啦，就今天看起来跟无人机有关的，你看哦。今天是盘中大概10点左右呢，你看跟无人机有关的个股股价状况已经是长这样。好，你看前4档几乎都是拉到涨停板。比如说以中光电来讲，上次我们节目上也讲说无人机这个在立法院卡住，然后当时中光电跌到股价只有76块。可是你看我今天秀给大家看了，中光电今天价格是93块，拉到涨停板。请问73块，好，从76块到93块，这中间一来一往已经快将近20块，就是价差一张价差大概就将近2万块哦。也就是你如果看本节目呢，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到今天来讲的时候，这一张你就赚2万块。他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买？他每个礼拜都坐你旁边。真的哈，我每个礼拜其实都有讲不同的股票给你们听，只是你都没有买而已。我连 CCL 都跟你讲过了，对不对？好，然后联茂已经涨到快要400块了。好。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连200块都还不到。好，赶快讲你了，不要再刺激我。然后你看，上次我们在讲汉翔的时候，价格才不到50块，然后今天连汉翔的价格都冲上60块，也是涨停板。然后其实今天这个前4档哦，你看雷虎哦，雷虎的价格我上面秀虽然是8%，但雷虎今天也是10%了，也是拉到涨停板。拉到涨停了。OK， 所以前4档几乎都是拉到涨停板。那最下面那个是做无人机的这个机电的这个富田呢，你看它也是拉到大概8%，所以涨幅都很惊人。所以你如果这个有看这个面对面啊，至少前几次我们在讲这几档无人机的股票，到今天如果那时候有买的话，那这价格一定是赚的，一定是赚的。而且现在看起来是蓝白都有共识要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至少我们在节目上讲了很久啊。那讲到股利的部分是讲得更清楚了，因为股利的等于说 AIT 的这个处长他讲的是说，他希望台湾的这个在国防上面这个
我们的无人机啊，可以像蜂巢一样啦。你想象蜂巢的画面是什么？蜂巢就是一格一格的嘛，然后很密集嘛。好，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会觉得不太舒服啦。但是呢，那就是让你想象说，在天上跟在这个水面下，也就是海底呢，无人机跟无人舰的使用方式呢，他认为这样子呢就可以部署下来，可以挡住这个跟中共有关的这相关的入侵啦。我们的无人机啊，可以像蜂巢一样啦。你想象蜂巢的画面是什么？蜂巢就是一格一格的嘛，然后很密集嘛。好，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会觉得不太舒服啦。但是呢，那就是让你想象说，在天上跟在这个水面下，也就是海底呢，无人机跟无人舰的使用方式呢，他认为这样子呢就可以部署下来，可以挡住这个跟中共有关的这相关的入侵啦。所以等于古立言讲的话啊，你再去看古立言跟卢秀燕的互动，所以很显然的哦，现在不是只有现在执政党要推啦，是卢秀燕看起来跟古立言这边也有共识，所以双方互动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无人机这件事。看起来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就是都要做无人机这件事是有方向的，然后看起来是一致的，只是做法上面要怎么做，这个在立法院里面看他们要怎么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股价上面你可以看到大家几乎都没有犹豫哦，这价格几乎都是往上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业界，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国会，然后到这个气氛啊。好，这讲完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要谈是说，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讲到无人机的时候呢，会讲到过去这一段时间整个无人机卡住的原因，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哈，对于这个无人机的部分卡住的原因，就是对这个之前就是因为郑丽文的3800亿，然后就整个在国防的部分呢，即便后来到7800亿的时候，这个版本也是把无人机给切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这个国人呐，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至少我们在地方听到很多人对这个做法是很有意见的。尤其是你看到俄乌战场上面，明明那个无人机的使用是趋势哦，然后明明在无人机的使用上面，现在日本跟韩国都要争取哦，甚至南韩是包括他们的总统这个李在明都抛出来，他们就是要做50万具的无人机。那所以50万具，再根据你刚刚我提到这个古立言所讲的蜂巢这个字，你去想象那个数量有多庞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讲说在国内啦，就我们要扶植自己的无人机产业，重要性在这个地方。然后，尤其是当美国那边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跟台湾之间双方要合作，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建立无人机产业。美方有美方的技术，那我们这边有我们生产上的优势，所以这个整个无人机产业呢，你再怎么看都会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要做的方向。那怎么做，大家都可以讨论呐。也就是说，站在立法院监督的角度，你可以让行政院的版本呢，大家交付讨论之后呢，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可是不可能哈，这个做法上面呢，连讨论都不要就直接把它砍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的立场啊，这回到我们前面在讨论的哦，郑丽文的立场在国民党党内，他到底是大家都要的立场，还是在国民党党内其实也有很多的意见。所以我看到最近啊，国民党态度是像这样子，就国民党这个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谈到郑丽文县市长这一局要不要找他去的时候，大家态度呢都是保留啦。可是谈到说对于郑丽文的态度呢，这个不能跟他之间呢有不愉快，像刚刚小平一样。好，所以昨天呢还有国民党的朋友用印度神油来形容郑丽文。不要怀疑啊！而且在节目上就讲用印度神油4个字形容郑丽文，说他还有这个效果。印度神油是什么效果？上网自己查，上网自己查，请用 Google， 谢谢。AI 会回答你，你也可以用 ChatGPT 跟 Gemini。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在讨论郑丽文的时候，他的叫成上工可能用不着了啊，开玩笑。你要叫他自重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在讨论到郑丽文的时候，他的立场就是跟太亲中亲到影响到台湾的国防预算，影响到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其实，在国民党党内对他也是看起来也是有很多意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郑丽文的态度呢，在这个韩国瑜访美回来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些微的气氛的变化。所谓气氛变化是在立法院内呢，现在看起来连傅昆萁对于无人机条例都没有要卡，然后看起来大家方向都是要往那个方向推进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防安全这件事情呢，终于啦，在国民党党内呢看到有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因为毕竟郑丽文还是党主席，而且党主席呢看起来国民党党内呢也没有什么把他换掉机制啦，所以大家这个尊正我把它形容为尊正，就是尊敬郑丽文，但是在实际做法上要跟郑丽文做区隔，这个趋势呢看起来还是会持续的。对，张夏还记得吗？那个时候，那包括美军他们在形容的时候，讲说台海那个地狱景象，地狱景象。我还讲，有很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那个电影，应该都是现实生活的先驱。
他那部电影名字我老是记不得，就是不是一系列那个美国总统白宫被占领，然后后来有一集是美国总统去钓鱼。结果后来无人机猎杀那部电影是早在俄乌战争之前不知道多久就拍了，你没有发现吗？那个在轰美国总统特勤的那个无人机景象，是不是就这个地狱景象？无一幸免，所有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其实美国好莱坞永远领先全世界战略20年。对，现在讲的风潮，对不对？对。先前的时候就是狼群战术，然后在无人机就是蜂群战术，但是现在这个风潮是什么？那是女王蜂就在这边不断的生产哦，所以用到蜂巢，那个就更高一层了，就是女王蜂就在台湾，然后不断的生产。那不断的生产之后，这个数量，所以它当然不是希望只是先前的21万架，而是生产更多，然后非鸿沟利益链以台湾这样一个速度为核心，然后在为核心之后，所以呢，然后基本上呢，这也是可以去处理掉今年年初的国防授权法，因为五角大厦和卢比欧可以跟国会交代，我们也找到了美国能够提供民主蜂巢、民主无人机，这个基本上的一个生产架构，所以为什么鼓励他们急，不是只为了保卫台湾呐，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现在很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1年200万架，性能好不好不知道，无人机现在也不需要性能太好，反正就是自杀机嘛，所以如果这样子，然后可以消耗掉，光在一个伊朗，为什么美国那么急？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消耗到爱三800多枚，一枚爱三300万美金，那个你美国能够有怎么样去消耗？所以其实现在台湾做这个无人机，当然就是现在不管现在是经济委员会主审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审，但是对台湾来讲就看到了。然后另外一个美国也在乎的是什么？就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准备一件事情，川普当然还有2年多。然后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7月，我是说最近的事情台湾真的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感伤。因为7月的时候2个国家在过生日，都拿我们呢向我们要生日蛋糕。7月1号，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所以习近平讲得多重。明天美国250岁生日，所以川普又要我们台积电要去扩大产能。但是这里面的一个状况，后面有个问题就是，那到底真的出事的时候，一个是解放军真的有能力打台湾吗？另外一个是川普真的会派兵吗？这个问题又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当然最近会谈到这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叫做政权移转。然后这个作者很有意思，他就很多人会写川普的书。这个作者特别有意思，他是美国新闻界号称最了解川普的人，长期调查采访川普10年以上，就是这个马基哈伯曼。而这个马基哈伯曼呢，写的这书更特殊的是什么？因为是《纽约时报》建制派、自由派，川普应该很不喜欢，所以川普多次在福斯里面直接骂他三流记者。可是全美国记者最常晚上接到川普电话跟他聊天的，就是他。OK。所以他讲了这一段，那这里面其实又回到我们这个风潮。为什么美国在乎风潮？就是因为川普讲了，川普以前呢是讲说我们像笔尖嘛，然后现在说像汤匙嘛，所以川普是不希望台湾这边发生战争。发生战争之后，要美国派兵去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川普的意愿不高。可是因为我们有台积电，我们有晶片，所以自我防卫。但是川普已经给了一个答案。所以川普是不希望台湾这边发生战争。发生战争之后，要美国派兵去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川普的意愿不高。可是因为我们有台积电，我们有晶片，所以自我防卫。但是川普已经给了一个答案，就是你们的无人机，你们是不是风潮？那这个风潮就看我们台湾要不要去做。所以大家要去看一件事情，不见得要去寄希望于美军进来，但是我们如果有女王蜂，而且是
大黄蜂的话，还可以保护台湾。OK， 你说整个选战一路这样打的话，剩下不到5个月的时间，那除了各自选将、各自政党，刚刚讲到。最近赖总统跟蒋万安这个对呛，是不是某种程度算是把整个选战打到蓝绿之间要做对决？但是包括各自出现的一些事件，那整体的氛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平是蓝营这几天，像那个吴乃仁不是他那个跟台糖之间的债权关系，后来被管收，那就讲说他就算是他也管收了。结果蓝营呢这几天就一直不断的看到说，因为吴乃仁被或是因为台糖撤回管收，对，蓝营就一直骂这件事情，甚至还骂到什么党政无敌，为什么？骂的有道理啊，因为很离谱啊。为什么呢？吴乃仁我不要特别描述他了，吴乃仁现在他一定做了很多坏事嘛。今天是1.7亿贱卖土地，你当董事长的时候，现在要给你赔偿嘛，跟你要钱嘛，对吧？台糖，好，那你为什么不还钱？那你有钱就要还嘛。那他有没有钱？我打个问号。他过得很奢华的生活。郭台铭有钱去把妹是郭台铭的事嘛？那你是公务员嘛？那你还去把妹？左右搂着他，那已经70几岁了，然后那个正妹搂着他，他哈基比啦。那柯总召他会叫柯总召去喝酒嘛？就是会到那边去平楼吧这样喝。你是过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节约。去谈那个大霹雳是，不是你就过头太高调了嘛？那当然你的太高调，我就眼红嘛，眼红我就叫你还钱嘛，这是人民的感受，也是我们议员的感受，对吧？也是欠债还钱，也是 KMT 的欠债要还钱，杀人偿命，这不是古时候就规定的吗？现在也一样嘛，就赶快还，而且耍赖嘛。请问你台本是不是他们家吃下来的？2年之内光薪水，他的儿子跟女儿赚的薪水3500万，还钱我也不要你一下还嘛，慢慢还，也叫清偿计划，对不对？没有嘛，因为搞了10年、20年才有这个要抓他嘛，管收。那可问题是，怎么突然又放出来了？我们KMT 很想知道，这样你的计划到底有没有还钱的诚意跟来源嘛？这个我们该问一下。为了国库，媒体上报道是说，因为他有提说7月20号以前他会提那个所有的清偿计划，所以台糖撤回那个管收的申请，是因为这个原因。那10年了没管收你，那你前面也没提计划，你被关了怕了，你就提出计划。那计划想不想死，我们想知道嘛？那当然，他说台糖就轻易撤，那当然他撤的话，地检署有什么好说呢？你撤嘛，我是看你拜托我管收嘛，好，所以我们就不相信嘛，这个清偿计划是不是？我们认为。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这种大佬嘛，吴乃仁，我觉得要有诚意一点啦。我觉得 KMT 是这样觉得。来建议蓝营是直接把这个拉到，甚或用到什么党政无敌这些，都直接直指你们。其实蓝营的一些民意代表，甚至有人带风向说，这是不是有所谓的上下勾结啦什么的类似这样的话语？但我只能说，台糖这件事情，在一个公司的立场，我就是要提钱。我就是你还钱嘛。我要求你管收，我要求管收你12天了，你找人来谈了，我愿意还了。你给我清偿计划。对台糖来讲说，好，那我就先让你回去。好，我撤销嘛。这在法律上的常用的一个手法。那再来20号如果没提出来，或提出来计划不行，我一样在管收嘛。这本来游戏规则是这样。我个人在这边讲还是一句话，我跟吴乃仁不熟，因为我可能在民进党里面的排资论辈，我可能没有那么高。那换个角度来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管收就管收啊。这个东西你说因为管收，那放12天放出来了，这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上下勾结？这个我觉得想太多，政治操作可以做，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如果我是台糖，我是董事会。想办法偷钱啊！因为不要回来，社会观感不佳，政府要背负被骂，那干脆我们怎么样把它要回来？压了12天，你别喊啊！我等你的计划。如果没有，我相信台糖会再继续申请那个管收。OK， 上公这件事情，那以媒体人来看，会有什么那个吗？当然，就是说吴乃仁在民进党的辈分呢，当然很容易引起联想嘛，引起联想。当然，在今年大概4月份什么的时候，那个去年来讲，他已经台糖有要求，其实法院已经扣了他1700万的金融账户嘛，那当然一直都没还嘛。那当然你说这一件事情，因为吴乃仁
那个还好，新潮流啊，这又跟他没什么关系，又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他也不熟嘛哈。然后你跟民进党熟不熟？啊，我是民进党员啊，因为上公提的都跟你没什么关系的感觉。因为当然，因为之前赖清德跟吴乃仁之间的关系大家才会往说你今天管收12天，是不是你对比过去黄什么啦，什么被管收一管收都2、3个月以上，是不是太过于宽容？那这个宽容是不是因为吴乃仁在民进党的辈分？当然，你说在政治议题上面的攻防，那当然国民党一定强攻嘛，捡到枪的意思。对啊，一定强攻嘛。其实黄国昌当立委的时候就一直在追问这一条啊，一直在追问这一条嘛。那当然你说这一个效应对民进党而言，它不是好事，是它不是好事。好，然后对赖清德而言也不是好事，因为他保证过嘛，他保证过吴乃仁清白嘛，对。那现在这一件事情，一既可以伤到民进党，二又可以伤到赖清德，所以国民党一定加大压力去搞嘛，所以才会说什么有党政没关系，没党政有关系嘛，就用这个话语在套嘛。那的确，这件事情会对民进党造成伤害。OK， 因为管收的程序过去并不是没有一些大咖被管收哦。那你被管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么轻易出来？但是吴乃仁基本上是抗告嘛。不是，这个管收有时候会搞出人命过。对啊，我知道。因为他的那黄先生不是就黄啊，几乎死在里面的。然后因为吴乃仁是抗告嘛，对啊，他提出抗告也是进入法院程序嘛。不过这件主要是因为法官问嘛，当庭呢台本那个台糖那个吴乃仁的律师意思说要提那个常态计划嘛，所以法官就问台糖嘛，那你愿意提那就可以嘛，所以才会解除管收。所以你7月20，你到时候没有提出来，是两个麻烦哦，一个是法律上的麻烦，第二个是政治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既然在法院当着法官的面这样谈出来的，没有准备，应该不会提出这一招。OK， 不过这件事情呢，我想也是因为选战，今年是选战年，然后今年选战年，再来2028又是大选年，所以呢，在未来像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引起大家一些的关注。但除了这个外，刚才创下在自己行业有特别提到，因为对川普来讲，那川普对他3不5时超爱台湾的，然后3不5时就点名台积电，清华不是他干嘛又点名我们台积电？我们到那个投资还不够多吗？没有准备，应该不会提出这一招。OK， 不过这件事情呢，我想也是因为选战，今年是选战年，然后今年选战年，再来2028又是大选年，所以呢，在未来像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引起大家一些的关注。但除了这个外，刚才创下在自己行业有特别提到，因为对川普来讲，那川普对他3不5时超爱台湾的，然后3不5时就点名台积电，清华不是他干嘛又点名我们台积电？我们到那个投资还不够多吗？他又点名台积电，他到底目的是什么？这个每次讲到川普跟台积电的时候，我都有点无奈，因为都要重新再解释一次。因为这个川普去讲说，这个台积电呢，在美国还要再增加1倍产能，然后呢，这个他在他卸任的时候，这个美国所制造的晶圆呢，会占到世界的50%。好，那每次川普太离谱了。那每次这个川普在讲的时候，我都还要特别再解释一下台积电的产能的结构。哈，这个，所以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还特别再把这部分再写出来给大家看，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先讲哈，这个对于川普讲的话的解读呢，我都认为那个叫政治语言，他是今年要选举讲给选民听的。OK， 这个就我刚本来要问了，你都说不可能，川普理论上
他的经济顾问所有人一定也跟他说这是不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喊？哦，所以是为了政治喊的。或者是赖清德教他讲的。这个如果是这样，小平你请自重，请自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赖总统也太厉害了。他们有通电话了吗？然后所以第一个我先很快讲，就是说我的结论是觉得川普讲的话就虚虚实实啦，但是目的是讲给选民听的啦。因为美国今年要期中大选啦。那为什么我说虚虚实实呢？这就是第二个要接下去要说的，因为川普用倍增这个字其实很有趣哈。那倍增，他说台积电的产能要增加1倍，那这个虚虚实实讲的说，因为他原文是说他要倍增，然后在他卸任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制造的晶圆产能会占到这个世界的1半。好，那这是为什么虚虚实实呢？首先，倍增这句话他其实是讲对，他没有讲错的。但那个倍增呢，不是指说台积电呢在川普讲完这句之后要增加1倍，而是去年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在白宫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当时他的承诺就是在美国所设的他这个产能呢，要比之前台积电所投资的再增加1倍。OK， 所以倍增这个用词是没有错，但只是说不是这个时间点要倍增，他讲的是去年那个时间点跟过去台积电所做的事情比较是倍增。好，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再来，我们把表给大家去看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办法在川普卸任的时候呢，这个达到这个美国说的这个川普说的美国制造的晶圆呢要占世界的1半，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好，为什么？我给大家看这个是台积电实际的数字哈，这个台积电自己官网上面也有，各位可以去看台积电2025年就去年这个晶圆的产能呢，12寸晶圆是做了1700万片，那1700万片呢，等于1个月的产能大概是141万片，那其中有60万片是属于先进制程的产能，也就是这次美国最关心的部分。好，这个部分讲完了，各位再去看第二个部分，我给大家看，在美国厂呢，之前台积电一开始承诺，也就是在魏哲嘉去白宫之前，就我前面所列出来这3个厂，就1厂、2厂、3厂，包括已经营运的跟今年呢这个已经完工准备要营运的2厂跟3厂，这3个加起来1个月的产能大概加起来是9万片，那这9万片比较有可能是在川普卸任之前会达到的目标。那魏哲嘉去年在白宫所承诺的说，要再盖3个厂就4厂到6厂，再做这个2个这个先进封装跟1座研发中心，那个应该都是川普卸任之后的事情。好，我下面有写这个投产最快也是2030，所以换言之，那川普任期到什么时候？是在2028、2029左右。所以也就是2030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在他这个卸任的时候发生，所以4厂到6厂根本不可能在川普卸任之前就完工。所以这边2个数字各位去看一下，如果是在川普卸任之前的那个9万片。那个占台积电总产能占比也只有6.3%，那你要这个占到全世界的50%，那个数字是完全兜不起来的。然后第二个，如果你要用先进制程的产能去推估的话，因为先进制程是占60万片嘛，你用这个去推估的话，占台积电先进制程产能大概也是15%，那距离50%这个数字呢，那个也是不可能的代志。好，那只有川普把后面4到6厂把它加进去的时候，数字会增加，但4到6厂根据我知道的话，因为那个是有待台积电宣布啦，但有可能它的产能大概也是3万片左右，换言之，全部加起来大概18万片，这个占台积电的产能呢，大概也只有拉到12%、13%左右，要拉到川普讲的50%，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呢，为什么我说川普现在讲这个东西叫政治语言？因为同一句话。就美国制造的晶片产能要占到世界的50%，这句话在川普之前谁讲过？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去年的时候也讲过。那当时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一次，那时候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你看，这个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节目上川普讲的话，我还是要再解释跟澄清一次。所以你就知道川普讲的话每次都同个表格要拿出来再解释给大家听。但是呢，他讲的话讲了越多次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政治语言的成分其实是越高了。晶片产能要占到世界的50%，这句话在川普之前谁讲过？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去年的时候也讲过。那当时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一次，那时候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你看，这个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节目上川普讲的话，我还是要再解释跟澄清一次。所以你就知道川普讲的话每次都同个表格要拿出来再解释给大家听。但是呢，他讲的话讲了越多次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政治语言的成分其实是越高了。OK， 上下。其实大家一直会关心两岸之间的关系，当然国民党主打说和平啊，所有这些，但是老共会不会？因为其实对美国来讲，他也一直不断的释出一些，就老共会不会有什么时间，有没有侵台时间？大家那时候不是一直在算嘛？那其实我们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美军有一个栈道行动是什么？基本上的栈道行动是美军的每一年军演的例行行动，所以各种军演都有个栈道行动。它一年至少有53场
但是再造行动主要的部分不是真正作战，而是后勤补给，然后或者是先前的一个作战物资的一个准备。然后这一次是太平洋的陆军司令克拉克直接提了，南韩在整个台湾有事的时候战道行动。所以他这一次是战道行动，基本上是美军一个正常的，因为大军先行，两岛先到嘛。所以战道其实就是先把你运过去，但是这一次是特别点了南韩，驻韩的美军有大概28000多人，然后他们的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第一岛链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是从日本一路连下来，对啊，南韩那个沟，那现在讲到这个战道行动的时候，是把南韩那个沟，直接勾到第一岛链来了。然后第二个为什么会特别讲南韩？因为他们呢现在也在谈的是，包含美国智库啊，前几天也在谈的。现在2027戴维森窗口到了，那是不是真的会攻台？但是拥有攻台能力跟你真正要攻台，恐怕还有个距离。但是他们现在讲了一个叫做海关隔离。什么叫海关隔离？就是我们看看我们最近不是他们已经把长臂管辖，把他们的海事的行政权管辖到我们的东岸了吗？那他们其实有去根据台湾6月份政府所公告的100多艘中国的公务船海警船，在我们东边光6月份登检了200艘船。那什么叫做海关隔离？就是如果到时候封锁台湾，美军会介入。但是如果说开始像这样一个长臂管辖，宣称是行政管理，然后要求所有往返台湾的商船或货轮，先到中国的海关去检查，然后才放行。那可是不是东岸正在演习的事情？那东岸正在演习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对我们的货运，对我们的整个运输时间，其实就会有一个饥饿战争的疑虑。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个战道行动。那如果台湾真的被搞成这个海关的一个隔离，那这个时候南韩驻韩美军会比日军直接过来，因为日军自卫队跟美国跟中国来讲会有强烈的敏感。那南韩的整个驻韩美军就是这个战道行动开始一个重要的角色。OK， 其实今年的时间，当然你说从2026开始，然后一路往下，几个敏感的老共的一些时间点，大概都慢慢的会浮现。那未来两岸之间到底会怎么样？这场选战的主轴，国民党喊出了和平，那民党呢要护台湾，所有这些主轴在这过程当中，未来会是怎么样？当你看到赖总统跟蒋万安在指南宫那一段，两个人对口的那一段的时候，看来2026、2028是不是真的绑在一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